愿是众生情。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父婿。大人分析，陈春受了贿赂，做出伪证，驸马担心后患无穷，方才杀人灭口。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，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，就只有你了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去见他。只有你不会错认他。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？不可能。既然进不去，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？如何与驸马见到面，本府自会安排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本府必须确定你肯作为人证。包大人，项链随儿女来京城，就是为了找他。项链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？不，没有那么单纯。纵使你与他见面，他也可以矢口否认。本府要你不动声色，回到府中之后，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。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？包大人，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，那项链满腹的冤屈又如何能忍呢？若是你不能忍，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。本府宁可不要你认真，而另思他法。好，项链答应包大人，我一定会忍。既然如此，你还是待在府中，不可外出。本府安排妥当，自会带你前去认人。你去吧。是。大人，这也的确太难为他了。本府何尝不知？然而，他若是不能忍耐，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，要想再让他认罪，势必难上加难。此举虽然残忍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大人打算如何让秦香莲跟陈世美见面呢？王丞相，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？正是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。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？包拯至少有70%的把握。相爷可是担心，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。并非老夫担心呐。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，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。如今若再有错，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啊。相爷无需顾虑，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，
两人见面自然无事。那倘若是呢？相爷，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，他便是抛弃妻子、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。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？包大人，你总是言之有理呀。包拯只是据理力争。问题是，以包大人之见，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？只要相爷要驸马来府中做客，而由包拯作陪，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，如此一来，他二人即可见面。这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，或遭驸马非议，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，其他一概不知。如此一来，自然与相爷无涉。要那驸马过府，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？相爷是驸马的恩师，恩师相招，门生焉得推辞不来？包大人，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。请相爷恕罪。包拯左思右想，除却如此，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。包拯实在除了相爷之外，别无其他人选。也罢，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，就替包大人卖命吧。多谢相爷。孙先生，稚子何故，却要遭此不幸？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。这样也好，不管有爹没爹，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大人要你见了驸马，要多多忍耐，也是情非得已。希望你能多加体谅。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，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？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。哎，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你还有事？请恕香莲多问一句：倘若那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，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？这……公孙先生，香莲理当知晓。你真想知道？嗯。当你击鼓鸣冤，大人受理此案之时，便已心怀不忍。为何？大人早就知道，不论驸马的身份如何，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。公孙先生不妨明言。
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，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、抛妻弃子之罪，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，一律当可判死刑。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，你是否还肯前去任人作证？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，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，你最好先考虑清楚，再做决定。自从有了身孕，总觉得胸闷，出来走走，反而舒服一些。是吗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别把你累着了。母后要我该动就动，不能总是赖在床上。怎么，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？入秋之后冷热无常，我是担心你受寒呢。瞧你说的，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。奴婢见过公主驸马，魏总管，有什么事吗？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，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。来人正在等候回话。哦，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。魏明，给相爷府的人回话，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，婉言谢了吧，改日再登门致歉。驸马为什么不去？我担心你的身体，想留在府里陪你。等孩子生下来还要6个多月，难道说你这6个月里都不出门了？王丞相是你的恩师，恩师邀约岂能不去？非但失了礼数，也难免遭非议。那好吧，我快去快回就是了。魏明，奴婢在。给相爷府的人回话，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。是。启禀相爷，驸马府回话，明日驸马准时赴约。老夫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多谢相爷成全。包大人如此坚持，老夫又岂能不照办呢？包拯不敢。然而相爷此举，非但为民伸冤，兼且端正朝纲，只是让相爷为此事操烦，包拯绝过意不去。只要明天不闹出事情来就好了。老夫身为当朝丞相，倒不至于忌惮那陈驸马。可是，如若公主或太后因此事而有所不满，老夫却也难以交代啊。相爷请放心，包拯相信，还不至于面临那等局面。最好如此啊，包大人。老夫是以赏菊为名邀那驸马过府，那事先总得有个准备啊。老夫就不留你了。是，包拯明日先带那秦香莲前来，改扮成侍女模样，还得烦劳府中总管多加招呼。啊，老夫明白。包拯告退。明日，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。届时，本府会安排你，让你当面见到驸马，
究竟他是否你的夫婿，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。是。不过，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，不论他是否你的夫婿，都要不动声色，直到返回府衙之后，才向本府说明。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？项链做得到。此外，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。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，他便犯了欺君大罪。包大人，公孙先生都已向香莲讲过，那必是死罪。大人，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。那么你考虑的结果如何？大人，如果真是他，那香莲认为他必死不可。难道说，对你而言，夫妻之间早已情断意绝？不，香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，他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，而他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。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，即便国法不去制裁他，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大人，并非香莲不念夫妻之情。倘若香莲如今放过他的话，香莲又怎么向两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？这天地之间，又岂有公理可言？大人，每当想到此处，香莲的内心就如刀割。他非死不可。本府明白了，你不要难过，先回房去。明日听候本府召唤，一同前去。马汉，是。真是难为他了。爹娘，如果明天不去认世美，那爹娘的冤屈就永远难伸。可如果去认了，那世美她就会死。认与不认，媳妇都为难，都对不起两位老人在天之灵。还望爹娘原谅媳妇，并且给媳妇最大的勇气去面对。
驸马爷，驸马爷，驸马爷，丞相。恩师，秋高气爽，菊花正艳。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，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。是啊，是啊。花开花谢，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。花木有荣枯，人生有起伏，倒是提醒我等，人生在世，得意当思失意时，富贵不忘贫贱日啊！包大人醒世之言发人深省啊。然而对老夫来说，却唯独对静节先生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呀。恩师高风亮节，满朝倾羡，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。驸马说得对，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，令人望尘莫及呀。是啊，是。哎，诸位，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，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。主角是菊花，而不是老夫哦。啊，来，请坐。请。请坐。行。今日啊，不能单纯赏菊。当满园甜菊初开之时啊，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。近日菊茶新成，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。是啊。来人，在。看茶。是。请喝茶。
道此茶评价如何呀？淡淡菊香，香而不腻，的确别有一番风味。不过恩师，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。公主有孕在身，本宫实在不便迟归，得先行告退，还望诸位大人见谅。驸马记挂公主，此乃人之常情，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？驸马尽管请便。多谢恩师体谅，诸位大人见谅，本宫告辞。告辞。来来，诸位大人，我们继续品茶。好，请。请。驸马爷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人在当场，难道看不出来？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侍？就是他。奴婢的确看了，难道驸马爷认得他？她就是我家乡的妻子，秦香莲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？他什么时候进京的？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！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。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，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妹妹，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。驸马爷，不要惊慌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驸马又如何呢？不知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、夫妻相认，还是要矢口否认，把他赶出京城？驸马，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，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。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，命人赶他出去。随后他击鼓鸣冤，进了开封府，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。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，又岂能买通陈春做伪证？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，那就很明显的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。那又如何？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？那他待本宫离开之后，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，那又有何不同啊？驸马爷，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。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，怎么问，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。学籍资料已换，那白云寺来的陈世美已死无对证。再说，驸马爷又有公主和太后撑腰，就算那包大人断案如神，也奈你如何？什么？驸马不是你的夫婿？
且抬起头来。本府再问你一次，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美？不是，香莲从未见过此人。既然如此，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，你为何神色有异？如今更是双目含泪。回报大人，相府认人之时，香莲心中百味杂陈。后来与驸马见面，发现不是夫婿时，心中一则失望，一则庆幸，故而难以掩饰。本府倒要知道，你因何失望，又因何庆幸？回报大人，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美，于是心中暗想，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，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。谁知驸马并非陈世美，心中自然无比失望。不过一想，如此也好。虽然陈世美下落不明，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、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。香莲所受的苦难，不至于付诸流水，故而庆幸。这便是你神情有异、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。包大人，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？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，却故作不识？是与不是，你心中明白。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？包大人，香莲带着子女千里迢迢来京寻夫。倘若真是那陈世美当面，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？香莲曾说，为了公婆的冤屈，不惜看他身首异处。倘若如今香莲反倒为他脱罪的话，香莲又怎么向公婆交代？本府并无此意，你无需难过。你去看看春哥东妹，免得他们担心。是，香莲告退。大人莫非心中仍然存疑？本府理当不会错判才是啊。然而，别跑！娘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冬梅好想娘。娘也好想冬梅。冬梅乖不乖？乖，春哥也乖。春哥，你带着妹妹在院子里玩，不许乱跑。娘回屋歇歇啊。是娘。去吧。来玩石头。
是我不能叫他死啊！他可以不认我们，可是2个孩子不能永远没有爹呀！我实在是狠不下这个心。媳妇对不住你们，媳妇实在是对不住你们，爹娘。媳妇对不住你们。大人是否可把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做一个了结？不，暂时还不要。大人是打算再缓一下，有些疑点还令本府难以释怀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展大人派人传话，八王爷回府了。好，立刻备轿。是。王爷安然返京，保证心中大石总算放下。本王私自出京，有劳包大人担心，实感过意不去呀。包拯不敢，只是皇上的确忧心如焚。包拯立刻进宫禀奏，也好让皇上宽心。哦，不劳包大人，本王自会进宫向皇上说明的。是。包大人不问本王，出京为了何事啊？王爷行旨自然有据，包拯不敢妄加动问。本王此次出京纯粹是为了私事，不过包大人职责所在，理当让包大人明了，也免得皇上对包大人有所责难。王爷若肯赐告，包拯洗耳恭听。此次展护卫全程参与其中，就由展护卫来说吧。此事涉及王爷私密太深，展昭不便多言。哎，不，此事迟早都要让包大人明白的。既然小双是夜探王府之人，把事情说开了，也好让包大人不必担心本王的安全。再说，本王与白灵之间的事情，由本王亲口来说，实在是难以开口，还是由你来说吧。展昭遵命。大人，请让属下慢慢禀报。
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驸马，驸马，公主，怎么，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没有什么事。你还想瞒我？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那好吧，公主说的没错。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，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。哦，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。公主取笑我了。相爷府中菊花盛开，而且拥有许多珍品。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，不禁让人联想，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。我是担心，与公主的幸福生活，是否也会有不幸之时？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。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